呵呵呵，都来了吗？还是那群人？没用了，已经没用了。阴虎符他已经毁了，他们想要的线下除了自己这条命，什么都没有了，毁得干干净净。听见蓝忘机和温宁的低声呼唤，他这才轻轻的偏头看过去，温宁什么时候来了？而那人终究还是生气了吗？他从来没有见过脸色这般难看的人，发红的眸子依旧死死盯着自己，仿若刚才那声轻唤是他听错了一般。魏无羡，你先是杀了金自轩，后又偷去了他夫妇两人魂魄不知何用，还残害无辜世家弟子性命，真是罪大恶极，该诛，该诛！一有人带头，几乎所有世家都互相应和起来，除了气氛沉重的蓝家和带恨的江家，一时间都是对魏无羡声讨，又是之前的套路，好像这世界除了那么几个人，所有人都希望自己不存在这个世界似的。只是能有资格取他性命的这些人中又有几人，哪怕他已经是强弩之末，手中的陈情越握越紧，可看着慢慢走进自己的蓝忘机和温宁，还是泄力的松了开。他本就不想伤任何人性命，也答应过这人和他哥哥不会伤人，只是为什么他会站在自己这边，任凭那边的人如何呼唤，也丝毫不理会的沉着脸，慢慢的靠近了过来。他看着他拔出碧尘，心里顿时一阵了然。是啊，蓝湛他和自己终究不是一路人，他是皎皎明月，是世家弟子楷模，他家里的人也在那边看着他，哪怕存有昔日情分，如何又真的会？呵呵呵呵，看着提剑过来越发走近的人，魏无羡只是惨笑了几声，可下一瞬唇角便被有些带冷的手轻轻一抚，蓝忘机在他的惊愕中擦去那一抹刺眼的红，随后竟是握住他没有拿陈情的另一只手，直接面向世家众人，蓝湛你，我陪你，陪我。魏无羡听言却是背脊一凉，发力想抽出被握住的手，可蓝忘机力气大的可怕，他如何也抽不住，心里几分慌乱。不行，蓝湛怎么能陪他？他本就是将死之人，恢复已经耗尽他几乎所有精血，身体已然被吞噬殆尽，而体内仅残留的怨气被他全部注入了陈情之中。只是因为最后能结束自己生命的，他希望是自己或者是他愿意付出生命的人，而不是那些贪欲的世家众人。可线下的变故却让他一时间无所适从，临了，他如何又能连累他，毁了他？想不到最后陪着自己的竟是这人和温宁，可还是狠下心冷声道：蓝二公子还是回到自己该回的地方，我不需要你的同情，生或死，那是我自己的事，无需旁人插手，也无需旁人陪着伴着。他看见蓝忘机脸色快速的冷了下去，握住自己的手越发用了力，可还是用了最大的力气，使劲抽出自己生疼的手。蓝忘机没有说话，他的心如同被刀绞般的疼，终究于这人还是一个旁人，便替代了所有，再一次的又把自己推出去。可他没有办法，从来都没有办法，只要那颗心还为这人跳动，终其一生，再无属于自己之日。魏无羡见他没有什么反应，却也不再多说些什么，只是离他远了许多，该说的他已经说清楚了，只希望这人离自己越远越好。可不等他再有下一步动作，下面便有人出声骂道：魏无羡，且不说你犯下的罪恶，到底是用什么邪门歪道控制了蓝二公子？如此邪术，当真是令人发指。世家众人从一开始见蓝忘机举动，就一致认为他是被魏无羡控制，不免又出声骂道：是，我是控制了他。那又话没说完，清冷的声便打断了所有。蓝忘机先是死死地看着他，那沉痛的眼神直叫他不敢直视这人的眼，随后又定定地看着众人，没有谁控制我，他在哪我在哪。听言世家众人一阵唏嘘，随后便是不可置信的谩骂，如何他们也想不到，他竟会和魏无羡一起来对抗自己众人，眼中带着怨恨，直直地逼迫蓝家一众人清理家中这善恶不分的人，而魏无羡却是再一次愣在原地，他不曾想这人竟是固执如此。蓝湛，你何必是啊？何必？收回对魏无羡的视线，手中的碧尘握得死紧，当真要把自己这颗心赤裸裸的挖出来放到这人面前，他才会明白吗？到现在，他竟还问自己何必，心中苦笑几分。蓝湛被那赤裸裸又伤痛的视线刺得难受，魏无羡只觉得自己呼吸都变得紧促，可那人只是片刻便收回视线，他却依旧死死的看了过去。他当真做错了吗？不等再多想，那声刺耳的叫骂便传了过来。好一个蓝忘机，竟是不顾家规，不顾廉耻，与这邪魔外道身处一起，今日定撕下你这道暗贸然的皮，与这魔头共下地狱。话刚落，本就乱得可怕的魏无羡听言便带着杀意看了过去，原来是苏舍，早就对蓝湛怀恨在心的被逐出蓝家的苏舍，
只是他千不该万不该，不该在自己面前诋毁那人，自己都舍不得动分毫的人。唇角勾起一丝冷笑，陈情吹响那一刻，除了江兰两家，所有人都冲了上来，而天空中恢宏的雾团也是瞬间便直逼向苏舍。在鬼魅撕破他衣服那一刻，魏无羡像什么都看不见似的，头脑中一片空白，随后却是大笑起来，眼中都带了泪光。他看着气门一般渐渐狠厉却不伤人性命，护住自己的蓝忘机，看着同样也在侧护住自己的温宁，看着一脸不可置信沉着脸走上来的江兰两家人，看着所有厮杀着的人，看着不知为何又全部停下来的所有人，突然间觉得一切是那么的荒唐，那么的可笑，几乎是用尽所有的怨气把苏舍带到自己面前，一步又一步的走近，眼中是血般的红，勾起的笑容直叫人汗毛耸立。就这样带笑的掐住苏舍的脖颈，一把撕去他身上残留的衣服，轻点着那些不仁的恶疮，随后手中力道慢慢的收紧。他听见苏舍艰难的呼吸喘嗨，却还是依旧带着笑容受力，直到那声小心翼翼的喂音，他才愣愣的看了过去。原来是蓝湛啊，怪不得声音那么好听，人也那么好看，可为什么他要一点点掰开自己紧捏住苏舍的手？魏无羡平静的眼神里慢慢有了情绪，突然间发疯似的挥开蓝忘机的手，为什么要掰开我的手？连你也要阻止我吗？一句一句吐出的话都带着腥甜味，眼前闪现过从前的一幕幕，他的人生，他的亲人，他的一切都被这么的毁了，为什么最后愿意陪着伴着他的人也要阻止他？手下刚要发狠，又是一声轻喝传来，魏婴，他死了，一切都死无对证了，终究最后残存的理智还是让他松了力。是啊，他死了，一切都死无对证了，可这一切，为什么是他？为什么是他啊？真相大白又如何？一切都再不能回到从前，可偏偏他不能不让那些死去的人安息，松开对苏舍的束缚。魏无羡从大笑到痛哭，直到那骇人的红从口中源源不断的溢出，人也软倒下去。他看见蓝忘机抱住自己惊慌失措的脸，更看见原是苟延残喘的苏舍，趁机拾起地上的残剑，让人反应不及的向着他后背刺了过来。时间如同静止了一般，蓝忘机看着自己被推开后魏无羡胸间插着的剑，一掌便把苏舍拍出很远，人也被蓝家弟子抓住，看着那大片大片的红源源不断的流出，他止不住的发抖，不是颤抖的去捂住魏无羡的伤口，就是去擦拭他口中呕出的鲜血。不要，魏婴，不，